大家好，这里是李世民的昭陵。我们上课视频说了，昭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。既然它是最大的，所以说它地面建筑应该很多。我们就来看看它地面有哪些建筑，有哪些独特的东西保留下来。整个帝王陵修建了100多年，所以说自然有它的独特之处，有它的魅力所在。我们去看一看，整个昭陵是坐北朝南，也是唐朝第一个因山为陵的陵墓，所以它很多东西非常独特。当时建设的时候，基本上的建筑都在南面。当时唐朝长安城不是一个朱雀门，所以它这里相对来讲的话，也有一个朱雀门所在。但是时间经过这么久，已经无从考证，也发现不了。但是有一点，当时南坡建有一个非常大的享殿，就是放皇帝的牌位和皇后的牌位像的，并且后世之君来这里祭祀祭拜的话，也会来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享殿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先简单看一幅图，这个就大概昭陵的一些形状，具体位置就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朱雀门是在南方，朱雀门也是当时长安城的正南门嘛。然后还有寝宫，有墓室，有陪葬室。陪葬室就上面好像是说，按考证是说，当时李世民的一个妃子叫做徐妃。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，在昭陵的西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皇城村。这个就是当时守陵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南坡的享殿是在哪个位置。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昭陵，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个就是它的陪葬墓，韦贵妃的墓。然后正前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坡上有一个白色的，这里就是当年享殿的遗址。享殿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陡不陡峭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，基本上祭拜了去了北边北坡，因为北坡相对缓一点，这个南坡相对陡峭，就是去的少，不好走。当时从这个南坡上去到地宫还有栈道，当时在这个地方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，叫做螭尾，就是宫殿上面的屋顶的一个建筑装饰品。螭尾是什么东西？一般是在这种宫殿型的建筑的顶部。按照记载是这样的，根据《苏轼演义》的记载，汉武帝坐摆良殿，有上书者云：螭尾水之精，能避火灾，可治之堂殿。就是说有这个东西可以避免火灾，所以说就在宫殿上面有这个了。这个是按照记载，在汉武帝那个时候就有了。那么在昭陵发现的这个螭尾是多大呢？它是一个陶瓷品啊，高150厘米，宽65厘米，重150公斤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一个螭尾都有这么大，它整个建筑会有多大？估计有上千平方米啊！它这个建筑也叫献殿，我们在明清的时候经常叫享殿，也是我们常说的临恩殿、隆恩殿这一类的建筑。就那个地方陡峭吧。由于这个南坡比较陡峭，到唐朝中期来祭拜李世民的时候，都来这个北坡，所以现在大部分建筑是在北坡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北坡的地面建筑，来介绍一下，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眼前呢，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李世民的雕像，左右两边都是3根盘龙华表。这个华表在那个乾陵啊，武则天乾陵基本成为定制。李世民雕像很魁梧啊。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还很年轻啊，好像是28岁吧。他也是贵族出身，所以我们说人家28岁已经是皇帝了。他可能出身是一个关键，但是大唐的江山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打下来的，所以他能够登基为帝，也确实厉害。28岁能统御全国，驾驭那么多文臣武将。这里就是李世民的碑，唐太宗昭陵。这个也是闭元写的，这一般我们都知道，陕西的这些帝王陵前都是闭元写的，也算是一种保护吧。另外，它也是一种比较喜欢的。看一下，我们继续看呢，上面就是那个九中山呢的顶峰。有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李世民创建了贞观之治，但贞观之治啊，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，是他跟他当时的大臣一起创造的。所以李世民在贞观17年，为了表彰这些功臣的功绩啊，设置了一个凌烟阁24功臣，就把他们供奉起来。那这两边呢，就是24功臣的一些介绍第一是长孙无忌，大家了解吧？第二个是李孝恭，李孝恭是皇室，他是一个王爷。第三个是杜如晦，
第4个是魏征，第5个好像是黄仙龄，这些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哈，很多很多。我们现在是在那个九中山的北坡上面，它这里呢也算是南高北低，大家可以看看眼前的那个主峰啊，它这边南北长约95米，东西宽呢大概61米，总面积呢5000多平方米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我们眼前看到这里台阶上去啊，是一个遗址，这个啊就非常有故事啊，我们来讲一讲。这个遗址啊，那个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来说一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北坡啊，司马门祭坛遗址啊，以门子为界啊，这个就一个门，所以呢分为那个门子北和门子南，就是一个北边一个南边。还有阙楼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阙楼，这个也是最高等级的三出阙。还有呢，清代的江叉，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吧，这是江叉，在清朝的帝王陵啊有江叉。因为这个遗址啊，就是现在这个遗址属于清朝时候重新修建的。像这个就是那个螭尾啊，就我们常在宫殿上面可以看得到的。从那个螭尾就是那个进去啊，后面就是那个享殿。享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当于我们常说的，也是供奉牌位的地方，在明清的都有啊。唐朝中期开始啊，那个主要祭祀就在这北门，就司马门。到历朝历代，到清朝来祭拜这边的，所以呢就会留下很多碑，特别是有些清朝的，我们去看看。不过很多已经被损坏了，都是纪念性的。一般大的陵墓啊都会有这些。我看看这里有没有写哪里的。这个是乾隆年间立的，乾隆20年。这个地方啊是那个明清的山门，因为嘛这里是有山，所以叫山门。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是北坡这边的我们常说的祭拜的详细的，就是说核心的地方。上面呢是阙楼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上面还有江叉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司马门的遗址，最下面几个土堆，那个就是阙楼，就跟我们常说的从阙楼进去是一个城门，城门进去就是内城一样的。它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从阙楼过去是一个门，门过去就是我们清朝说的江叉，江叉上去就是献殿，献殿左右两边就是昭陵六郡。我们这样看一下，很明显吧？最前面2个这个土堆就是阙楼，很波澜壮阔吧？如果全部建筑建好了，这个地方非常气势雄伟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能就是江叉，明清时的江叉。江叉是什么用的呢？我们知道，在明清很多帝王陵啊，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宝顶，下面呢进入宝顶呢有个江叉。江叉是什么？人必须你弯着腰走上去，你笔直走上去的话，人会往下后倒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嘛。江叉在明清之前好像没有，就明清的帝王陵有，就是说啊，看到天子不能直视天子的面容，你要弯着腰进去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享殿，北坡的享殿。这个享殿呢，相对于没有南坡的大，南坡我们说了大概是1600平方米，1600平方米那超级大呀。它这个呢，大概长是12米多，宽大概就是6、7米的样子。在享殿的两侧啊，这个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啊，昭陵六郡。这个在碑林博物馆有，我们这个是复制品啊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两边都有。昭陵六郡，什么叫六郡呢？就是6匹马。首先看这些马呀，都是栩栩如生啊。唐朝的，应该那个时候唐朝国力也比较强大。雕刻的水平啊也非常高，因为我们看乾陵的石像生也就知道，这个昭陵六郡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常说嘛，打仗离不开战马，那李世民征战天下呢，更少不了战马。那这个昭陵六郡呢，就是说的是6匹马呀，昭陵中的6匹骏马浮雕在这里的，就是说李世民征战天下时所用的6匹马呀。然后为了纪念他，也是算是为了纪念他的功劳吧，就是说把这个马雕刻下来，
然后一直陪伴李世民。这6匹马呀，形态各异，因为每匹马都不一样嘛，它是不同时期的。因为李世民征战天下也有，差不多10来年吧，所以说他的东西啊，马各个时候所乘的马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雕刻的也不一样。古代嘛，皇帝特别是讲究生前是什么，所以死后呢也要享受什么，特别是帝王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山上这个里面地宫里面埋葬了很多李世民喜欢的宝贝。在昭陵六郡旁边呢，又发现了很多这些石墩，这个也是有含义的啊，也是有东西的，也是有一些国宝级的文物啊，特别多。这些石雕已经放在博物馆，特别是昭陵博物馆里面有，主要就是我们中外交流的一些佐证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大概它的南坡跟北坡的建筑就这些。我们现在再这样看看昭陵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昭陵有点像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火山口一样的悬挂在空中，大家发现是不是？它跟我们平时看的山不一样，平时看到很多山是比肩的，它这里上面就跟有一个平缓的一样的，跟就我们说的停机坪一样的，这非常有意思。